Hello， 大家好，我是拳爸。那今年度的亞特蘭大的 DreamHack 呢，終於落幕了。那由日本老商 Kobaya 取得了前往 BWC 電競世界杯的門票。那跟他爭奪冠亞軍的呢是 Nephew， 那我們通常中文就直接叫他侄子。這當中大家討論度最高的一定就是 Kobaya 2度的浪2追3。那這支影片呢，就是由我的角度，我們去看待一下這當中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因為這個對局呢，在日本的3大老商他們之間的評價是，老商是為不利的。那他們有他們自己專業的認知。那基本上我還是要講說，這個對局呢，老商可以打，但是很多時候呢，是建立在逆折的博弈。因為 Julie 的手腳範圍呢，完全不輸給老商，而且他是可以取消的下中角中呢前3名，再加上他長範圍的攻擊距離。還有那種會破壞人家那種節奏的那種很奇怪的那種延遲啊，這個老商只要遇到這種可以 loop 摔的話，基本上容錯率都非常低。那麼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吧。首先呢，這個開場直直就直接往前走，然後下段抬腳。那也如畫面所看到，就是 Kobaya 前走蹲下，順利的擋到了這個下段。那這個地方呢，指令頭是確反的。如何判斷說 Julie 的這個抬腳到底是-4還是-6？那首先呢，輕的就是直接抬起來，很快速直接抬起來。那這樣的-4，所以這個時候指令頭只是一個打摔折而已，它並沒有確反。而中的會有一個往前彈一下的動作，那這個時候就是-6，只要距離對了就可以確反。而重的呢是最明顯的，但是一般來講不會發生，非常的明顯。這個通常都是用來接到一些大連段的時候做確認了大連段才會去做這些事情，要不然通常來講這個破綻實在太明顯。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在針對的是能不能辨識中跟輕就可以了。那中會有一個距離問題，那 Kobaya 的辨識方式我不知道，可是他確實看距離還看得很準。Kobaya 的那種微妙的那個距離感，他看得很準。雖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什麼輔助方式，我這邊有一個比較凡人使用的方法。我們可以看 Julie 抬起來的那道特效，當這個特效掃到邊邊而已的時候呢，老商沒有被這個特效給吃進去的話呢，只有掃一個邊邊的話，他是抓不到的。而相對的，很明顯這樣子有沒有整個特效吃進來了？整個特效吃到老商裡面，這絕對可以抓。那麼因此就有一些尷尬的位置，就是好像有吃到，好像沒吃到，那怎麼辦呢？那我們很簡單，就折中嘛，有沒有過半？特效有沒有吃過半？但這樣子就是很微妙的，有吃到跟沒吃到這之間有沒有？這種的話就是比較尷尬的，到底該不該抓呢？看到吧？以一半為依據，他真正抓不到，其實是掃邊邊。像這樣子就是掃邊邊的，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要勉強，最好是放掉，要不然的話。因此我的凡人方法呢是建議說，如果在那一瞬間你看到他彈的那一下的時候，他這個白光有沒有吃到？像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去嘗試的抓他。好，這樣就不要，這樣就可以。稍微可以去感受一下，這一瞬間而已。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參考，就是分享給大家，就是看到那個白光閃的那一瞬間，你覺得那個白光吃進去老商的面積有多大？只要有接近一半，都可以抓。反而是很明顯的，就是不足一半的，只掃到一個1/3的那種，就放手吧。而這邊呢，被凹了。其實 Julie 她的凹只有正5，就這個時候她只有正5而已，所以大部分情況下，其實你只要後起身就會沒事情了。但是 Kobaya 這邊呢，他不想要被壓縮這個距離，所以他選擇原地起來。而原地起來的話，Julie 就可以正常的壓你起身。所以在這邊呢 ，Kobaya 就是用了 parry 因為 Julie 在這邊壓起身，最速壓起身的話是很容易被 parry 的。可是結果卻是。直直在這邊呢，使用的這個前重手，前重手這個大動作基本上就是兼顧的打延遲，
那這個打延遲的動作很意外的，還剛好打到了黑綠失敗以後的附帶的綠衝，在這邊是負的，所以 Kobaya 做了一個逆折頭錘。而這邊為什麼 Kobaya 會選擇中手呢？而在這邊呢，有一個小地方可以講，就是講說為什麼 Kobaya 他的空間感很好，就是這個微妙的這個空間感 ，Kobaya 選擇了中手。雖然說我們看到結果是被打，但事實上這個地方，也就像朱莉這種，如果他的手肘啊剛好碰到的是比較靠近尖端的位置，他很容易後面的攻擊是很尷尬的。所以他很常配的這個中手下手，看起來好像是可以黏住吧，但如果對手是站姿的話呢，他就很容易揮空。就是只要他這個手肘沒有完全貼近的話呢，在這邊他出很多的拳腳是會被黏的，唯獨沒錯就是這個下中腳。所以在這邊的話，就是 Kobaya 他其實有感受到說，哎，這個是尖端，說他跟着按看看，但結果呢，直指也判斷的很準確，就是這個位置不對，所以改成了下中腳。這邊是 Kobaya 有在盯那個氣功啊，但是他失敗了。這個行為呢，其實越來越多了，1800左右都很常開始在做這件事情了，越來越普及了。很明顯的感受到，就是 Kobaya 已經開始努力在往前，要提早去阻止 Julie。確實都是很積極的開始往前去提早阻止。那這邊成功了換邊，第二個時間走進去甩，這個不是壓持續，這邊只是因為 Kobaya 看到了那個動力槽啊很低了，所以想要用頭錘去賺一個大回饋，就反而被打了。接下來第二局開始，成功的前走，提早先打到了。而這個對局上面必須講，就是接下來我們會看到大量的這樣子的狀況，就是朱莉會做這個安全的距離壓制，然後呢，讓 Kobaya 去做逆打摔折。這邊朱莉就會開始善用它的特性哦，就是一些距離很安全的擺漂方法，譬如像剛剛這個前重手，接着輕抬腳，少一個邊邊，只有負4，這個位置上面根本沒辦法確反它。所以老商這邊能夠做的行為，一個就是用長的攻擊呢壓回去，這是最正常的情況。那你不利我就壓你哦，你不利我就出手壓你。朱莉知道說這邊是他不利，所以不動的前提下，我們開始要做逆打摔折。所以到最後面呢，雙方的力回上面沒有被拉得太大的時候，這個就是老商唯一的突破口。那沒辦法，就是你被拉開來了以後呢，就會上滿3個太極。那上完3個太極以後呢，就朱莉就會有這個過半場的這個突襲招啊，很強。這個地方如果他選擇了用 TC 連段，然後帶到 SAE， 其實老商就死掉了。不過看起來直子他是希望可以再更省一點，所以他就沒有使用了。那這邊我還原了他的血量，那我怎麼還原呢？就是我把他做的事情呢，我重新的 run 了一次。在這種情況下呢，他確實用 SAE 是可以手血的。所以確實是如此。在這裡呢，直子選擇的是省氣，選擇的是安全跳。哦，這個是安全跳，因為有很多時候呢，像老商這種距離，去鎖定到對手的破綻，然後我們採用了前重腳，
而在這個位置上面你是沒辦法去做連段的，只能去求就是後續的壓制。那後續的壓制還有別的方法，但是這邊當中最簡單就是安全跳，像這樣子，這樣就是安全跳。而因為距離很遠啊，往往我們都會搭配的是跳中手比較多，類似這樣。當然啦，如果真的距離非常遠的話，這個跳也是打不到人啊。不過剛剛看來就是在距離內安全跳沒問題。而我們就算不出攻擊啊，在這邊直接落地也是一樣是可以防凹的。只是說，如果你想要落地用指令頭順便防凹，這其實是很難的。但是如果對方凹的是大絕的話呢，雖然理論值上面我們可以用反轉的方式去算時間差，然後剛剛好落地的時候擋到這一下，但很多的時候就是因為你的時間差算得不好，被打到了。但如果說對手是只能凹大絕的話，這個動作就變得簡單，因為特血會幫我們去定格。直子唯一能做的就是這邊要勇敢的拆落地，然後直接點。因為這個安全跳呢，如果對手不出攻擊，直接落地的話是防守方有利。那我們就讓他繼續吧。所以這邊就被抓了。這一邊這個綠衝輕腳，在綠衝下中腳是連防的動作，也就是這個過程中是凹不出來的。我們這邊故意用現代模式來做示範哈，因為現代模式的話呢，就不會有什麼按慢的問題。好，像這個綠衝，看到綠衝輕腳後的這一下下中腳是連防。什麼叫連防？就是你什麼事都不能做，什麼東西都點不出來，甚至你凹的話呢，還有可能會因為不小心站起來而被打，像這樣子。所以唯一的凹點呢，就只有剛剛輕腳還沒碰到他的時候，一旦被碰到的話呢，就是出不來。那回來畫面，而這邊呢，字就很冷靜的守了一波，然後成功的騙出了解摔。一樣，口巴很積極的去做一些攔截的動作。這個 DI 啊是防凹，當老傷綠衝的時候呢，他如果選擇了 DI， 會發生這種事情，而你下來就被雀翻了。那每個角色不一樣，可是對於朱莉來說呢，他下來是會被雀翻的。好，又是一個逆打摔折，成功攔截了。又來一個逆打摔，騙大絕，所以做了一個假安全跳，這是假安全跳。那這個就是口貝亞猜得很準，因為很多的時候確實朱莉都會有這個動作，就是當我們跳的時候踩到氣功，朱莉就會跟着衝上來。那這邊的防凹呢就很可惜，最後面的連段呢沒有用反轉腳收到氣。直子厲害的地方就是他早就已經有準備好一垂直跳。這個地方呢，其實正常來講，如果是第一時間的蓋頭的話呢，是不會被摔的。但是因為距離的關係，所以導致直子多跑了一些，結果被起身速摔摔到了。所以不得不講，口巴亞真的很好，會打背的，他居然就不會去 PP， 而他在這邊，他判斷都不會過背，他就勇敢的 PP。朱莉的 SA3 完後很強，就是他可以貼着再繼續壓人。DI 還剩一絲絲，但不得不說，就是直子他瞬間的風險評估很好啊，他一瞬間就判斷了說不要被抓，寧可被打也不要被抓。那結果就是口巴亞拼輸了。這裡的垂直跳呢，基本上他是為了要逮朱莉的前重手跟前重腳。
這邊又是一個中的抬腳，他應該是不太能夠缺反，很尷尬，直接頭錘逆折回去。再一次的逆打摔，所以这邊直直選擇了 carry。這邊要稍微提一下，可能朱莉玩家已經知道了，但是老商玩家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正常來講，這個重升龍完以後啊，如果只是單純的這樣子的話呢 ，DI 是要體感的哦，就要稍微延遲一下才可以撞得到。但是如果它是有點點的距離，有點點的距離是什麼意思？就是像是這麼遠的情況下，它的 DI 就會很準確的壓在攻擊的持續上面，不需要算，直接最速就可以撞上去。他的升龍啊，完全吃進去了，這樣子是要體感的。但如果他的升龍是掃到邊邊的，他就會剛剛好。我們講的什麼一伏 DI 有沒有？就是這種概念，就是它是剛剛好的，完全壓到持續上面，你連點都不能點，只能最速 DI。自然朱莉玩家就會利用連段的方式呢，去把自己推遠。那就可以變成一個很穩定的套路。那接着繼續開始。這邊開始直直的行為有點不太一樣哦，就是在口巴亞開始做了綠衝以後的這個行為，不知道這個動作是不是讓直直有一些提早的一些預想，他好像故意在等這個綠衝，他在吊。那為什麼會說吊呢？前重手接下來這個位置呢，如果輕抬腳通常會落空。剛剛那個位置如果前重腳的話會落空。這邊就像這樣子，綠衝沒事，因為是聯防不會有事。但如果只要朱莉沒有抬好位置，就會衝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直直看到剛剛口巴亞的綠衝想到這件事情，而他在開始吊，就像類似像這樣子，就是他會故意。或者是他可能在吊這個黑綠或者綠衝，假設直直有意識到這件事情，他開始嘗試了吊，所以他就這樣子。我不抬腳，我不抬腳，又不抬腳，所以我猜很像不過後來翻到好像沒有，所以他就重新拉過來調整，然後拉過來調整以後，我把一走出來。他前走下段又得逞了，當然這個部分的話是我的猜想跟推測啦。那我覺得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嘛。那麼接下來這一場呢，已經是直指他的冠軍點了。他只要再贏一燈，他就是確定是冠軍了。首先要講的就是大概在這一局的時候呢，直指他可能已經很有自信了，因為這個時候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大有利的狀態，所以他就開始比較激進一點。那口巴亞這邊應該也是有覺得說要改變一下節奏，更提早一點的去做截擊或阻止，這是我個人的推測。開始碰撞，然後這邊呢，直直就是開始打得比較急躁，這邊選擇用SA2呢壓迫了那個動力槽。正常來講，這邊只要你在一個 DI 啊接一個 DI，直直就會虛弱。不過口巴亞沒有這樣選擇，也許他也是顧慮好自己的動力槽吧。畢竟他這個是壓力很大的狀態下，所以他選擇保有動力，也是一個好的選擇。這邊要稍微提一下一個很細節的地方，就是口巴亞，我一直說他是一個很貪心的老商。大家會覺得說，真的嗎？這樣不是看起來更貪嗎？我這邊講的貪心，並不是說他們傷害上面的追求，
而是 Kobaya 會在同樣的結果下呢，他會追求更好的一個，可是呢，可能操作起來風險更大的那一個回饋跟風險上，他更重視回饋，這比較不一樣。然後他重視的回饋很實在，我們這邊可以做一個範例，這個血量也就是剛剛比賽只剩下的血量，大概就是1600。那正常來說呢，這邊關鍵點在這裡。其實呢，接到這邊以後啊，只要在一個 PP 就死掉了，確實就死掉了。那我們看一下現在的氣條 ，SA 就只有得到這些，所以 Kobaya 這邊選擇了綠衝，但他可以多打一點，哦，還不會死。那可是這邊又是一個選擇處嘍，他已經打到這裡了，接下來如果3MP 的話也會死。那我們看他的氣條，在這個位置，結果就是讓 Kobaya 選擇這樣連段，提早 PP， 利用 PP 賺更多的氣。這樣一來一往的比較的話，就知道 Kobaya 是多麼貪心的一個選手。這邊又是一個逆打摔折，哦，輕角綠衝下輕角是連防，一樣是防凹。這個地方就很可惜的，就是明顯就是失誤了，因為 SA2 就可以帶走。变得更小心了。剛剛Kobaya已經做了很多大膽的一些舉動了哦，然後在對手殘血的時候，他選擇了比較更小心的舉動，盡量維持在Julie的下中角的範圍外。不要讓對方隨便的綠衝進來。兩次的綠衝呢，防守都成功的守下了。而最後這個前中角呢，打得太深入了。這邊的話就是猜拳猜對了。Kobaya這個垂直跳呢，更多是在鎖定前重手。這邊的逆打摔呢，用頭錘去打有力者，除了就是搶回來有力的距離之外呢，前面只有做完美胚嘛，那剛好這個完美胚的時間呢，就會變得更跳動一點，因為要馬上按呢，還是要延遲按呢，這邊就會變得不一樣。Julie的凹呢，其實只要後起以後呢，就5-5重新開始了。啊，這邊又再做一次逆打摔，而這次呢，直直他選擇的是後後。那後後確實可以躲掉頭錘。那 Kobaya 這邊也其實已經猜得很好了，他選擇用綠衝。正常其他的角色啊，在這邊後後啊，就會被這個綠衝中手給抓到。但是 Julie 他畢竟後後太遠了，應該都還是維持着全角色第4名。我們這邊可以做一個測試哦，我們已經開啟的是全防禦的狀態，所以說呢。如果沒有雀反就會擋住，有雀反的話就會被打到。正常情況下呢，你馬上打都可以打得到的。正常理想上是這樣子，然後就穩穩的可以打到了。這應該是正常的發生，但是剛剛距離比較遠，所以Julie就跑掉了。你如果墜速的話，反而打不到了，甚至很勉強。打到了有可能第2下還會回空。多跑一點的話，就會錯過這個雀反時間，所以就造成剛剛的情況。其實Kobaya已經猜對了，但是退而求其次呢，雖然說沒有雀反，可是這邊畢竟是正2打摔者，如果拼一點的話，這邊指令頭還是一樣可以折了，所以把雀反變成了黏住 Julie， 所以這邊來講Kobaya確實是猜對了。從這邊已經發現到，其實如果大家回放仔細看的話，基本上每一次的逆折啊。下一次就換一個，下一次就換一個。所以Kobaya在這邊他累積的這幾燈呢，不是白累積的，
他有抓到直子猜拳的節奏。然後這邊要繼續講一下，就是老桑的戰青手啊，評價是越來越高。我不知道對其他玩家如何，但是在老桑們之間呢，是評價是越來越高的，因為他的判定框戰青角呢，它雖然比較遠，可是呢，它遠的那個部分是低打點的位置。如果看中間高度這個位置的話呢，它其實還不如戰青手遠。因此呢，在中間段這個地方呢，大部分的判定框都會有這個位置，可是低打點不一定會有嘛。另外再加上青手的攻擊持續的時間也比戰青角多，它可以說就是一個精簡版的戰中手。像朱莉的一些橫移技啊、前重手、前重腳這種東西啊，青手比較提早可以摸到。哦，這邊是一個-3的逆打摔。對老桑來講啊，5伏指令頭跟輕攻擊數點是一樣的。看得出來，就是一層又疊一層的，就是從保守到大膽到激進哦，越來越多了，就是一層一層的開始去做。因為這邊逆澤使用特快車，它同時可以處理 Julie 的後後跟 Perry。這邊的後後是確反的。我們這邊錄製好的一個動作就是後後以後馬上跳。那正常來講，這邊呢你直接用特快車，不是會跳起來？沒錯哦。可是如果改成用 OD 特快車，跳不起來。它在厚厚的印子裡面，所以這個是一個確反，只是它沒有懲罰反擊而已哦。但它就是一個確反。那接下來我們繼續，後期重新開始，歐巴亞開始使用了重手，破壞掉了原本兩人之間已經熟悉的這個距離，然後也成功的直子被打到2次了。那這邊我覺得直子他可能有覺得說應該是他自己沒操作好，這個時候他選擇就是他要再繼續再更深入的去打科巴亞，所以說覺得他這邊其實有點點情緒，所以接下來的發展就是 Perry 然後綠衝，這大家已經很常看到就是 Perry 以後會附帶的一個綠衝行為，因為他剛好就很順手嘛，按了 Perry 再補一個前他就是會衝，所以這邊呢就是直直的挑戰失敗。直子還是有一定的意識阻止老桑綠衝，然後這邊要講一下這個雙頭錘吼，這個雙頭錘我們看到的是它是直子是站姿，科巴亞有注意到是站姿，這邊可以先做一個保留，我們繼續看下去。要後期重新。科巴亞這邊選擇了又再一次的指令頭，但是呢被重手打掉了。好，就是這邊，这邊的逆打摔者呢，科巴亞第一次使用的下段，也就是連接着我們剛剛前面講的，在上一次雙頭錘的時候，他有注意到直子他2次頭錘都是站姿，科巴亞也是艺高人膽大，直接一個下重腳。那這個下重腳是運氣好，雖然說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結果，但是還是打到了。SAE 的話就直接往板邊揮，再一次逆折特快車，這次是賠率被抓，繼續試探下段。SAE 真的很強，直接送往角落，這邊直接退康，沒有騙到。開始配氣功，
然後這邊應該說是口巴亞運氣很好摔倒了。這真的是差一點啊！直就差這麼一點，就快要拿到冠軍了。好，再一次的垂直跳，但還是沒拿到東西。然後老桑一直主動往前，然後芝芝也開始一直用氣功來靠近的戰術。然後這邊看到剛剛的下段，所以這邊口巴亞用了一個預判的膝蓋，然後接着在進入一級圈之前呢，拼一個大的，就意外直直剛好在躲大絕，反而被打到一個空中，最後口巴亞猜到了凹，成功的捋塞。那這次呢，我們的上半段呢就到這邊，接下來我會盡快的出下半段的，就是捋塞後的搶三。整部片呢真的還花蠻多時間的啊，我會盡快，我会加油啊！如果你覺得這影片還那麼一點意思的話，請幫我按讚分享，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處呢跟我們大家一起交流。那影片就到這邊嘍，謝謝大家，拜拜。影片結束嘍，謝謝你看我的影片，希望你還喜歡，下次見嘍。